听说啊，这是西安伯4年，母亲早逝，很小就被赶出了府，现在才接回来。伯爵府，我回来了，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你要干什么？谁让你先迈的左脚？连玉芝，你不会是忘了，我可是你的亲妹妹。妹妹，你也配？你娘是偷人、服毒自尽的贱人，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要不是需要你嫁给大皇子那个废物，你以为你能进得了伯爵府？既然要进我伯爵府，就得先学规矩。哼，臭死了！你把地擦干净，用你身上这件脏衣服脱下擦。你欺人太甚！一个贱婢竟然也敢这么跟我说话！来人，把他拖下去，乱棍打死！我擦！小姐不要！从今以后，你就是伯爵府的一个下人，好好搞清楚自己的位置。小姐，他们的所作所为，必将100倍、1000倍的付出代价。娟儿，快藏起来，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发出声音。嗯。二小姐，你快起来！真的是您，陈伯，这些年多亏了你给我传递消息，我才能顺利的回到福州。都是老奴应该做的。二小姐要的东西呀，我都给您准备好了。二小姐准备什么时候揭发他们呢？明日父亲大寿，京城中的贵人都会前来，届时我会将这份大礼送给父亲贺绍。拜见大皇子。哟，什么风把我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哥给吹来了？听说贵府二小姐因病在外休养，从未有人见过真容。伯爵大寿，我们也无缘见得。他什么身份啊？不过是一个在乡下长大的乡野村妇，哪有资格参加这种宴会？哦，那贵府就是要用一个村妇来折辱本王喽？兴安伯，你胆子还大得很呐！殿下息怒。传说大皇子在边疆负伤，说他废人后脾气变得暴躁无常，看上去果然如此。还好不是玉芝嫁给这个废人。微臣万万没有这个意思，大概率是那丫头睡过了头了吧？快去请二小姐。不必请了。女儿给父亲请安，女儿祝父亲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果然是你。这不是母亲最喜欢的牡丹花吗？妹妹怎么把它给摘下来了？这可是娘的命根子，等闲可不是让人碰的。我不知道这是夫人最喜欢的花。谁知道你是不是故意的？装模作样。哎，芝儿姐，你看你把你妹妹吓的。夫人府中竟然有如此漂亮的牡丹花，藏私可不是什么好事。
今日宾客众多，若只是想听听曲儿，难免无趣。既然有牡丹可赏，不如伯爵大人带我们观赏一二，多些趣味。啊，是。好，各位既然都来为老夫贺寿，那就畅通无阻，百无禁忌啊！哈哈，同去。二小姐，本王行动不便，不知是否可以帮个忙，搭把手。王爷，男女授受不亲，还请王爷恕奏。3日前，在城外的乱葬岗，是二小姐您吧？母亲，他们将你杀死之后丢在这里，魂归无处。女儿在这里起誓，定会为你报仇，让那些人付出代价。站住！拿了将军的东西，还想活着离开？交出来，留你个全尸！笑话！将军狼子野心，人人得而诛之，找死！嘿！本王倒要看看他会怎么死！竟然有武功如此高强之人，他到底是谁？大皇子陆承前，他不是双腿残废了吗？谁？二小姐，有些事情知道的越多，死的越快。本王劝你，该聋的时候就聋，该痒的时候就痒。我听不懂王爷在说什么，先失陪了。听说牡丹花是吸贵气的花，只有埋下重宝，才能开得鲜艳。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牡丹树而已，哪有什么保护？殿下，妹妹平日不读诗书，看到一些流言怪谈就在这里胡言乱语，殿下可千万不能听她的。哎，你这样说我就不高兴了。本王倒要看看这牡丹花下到底有什么。殿下，哼！什么摔着了？来人，把牡丹花丛挖开，本王倒要看看这伯爵府里到底藏了什么样的宝物。看来三弟发现这花下埋骨，或许不是一个意外。连府二小姐不简单啊！谢安伯，这府里挖出的无名尸骨，你倒是给本王一个解释啊！这不是当年伯爵大人寿宴上赐给铭记蝴蝶的碧玉镯吗？怎么会和这具白骨出现在一处？兴许这是那蝴蝶遗落在这花丛中的。夫人这么着急解释，莫非是你所为？当年铭记蝴蝶好像就是在伯爵府演出完就销声匿迹了，难不成这具白虎竟然是……我看呀，咱们还是走吧。想必这连府呀没心思办寿宴了，真晦气！老爷妾身是冤枉的。住嘴！我连府的情谊就毁于你手。老爷，你是了解妾身的，我平时连杀鱼都觉得是罪孽，怎么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啊？老爷，是你，肯定是你！你刚回来就发生这种事情，这赏花也是你引导的，定然是你想要害我！不觉，你好大的胆子！爹，我离府10年，怎么可能知道这牡丹花下埋有尸骨啊？这人可是说来就来。谢安伯，这无名尸骨是本王弟弟挖出来的，好像和二小姐无关吧？为父一时气晕了头了，你也不要怨对父下，我定会把此事彻查清楚，绝不姑息。爹，不觉回来之前，我们一家人一直好好的，一定是他这个丧门星，他回来了之后，弄得我连府不得安宁，你可不能放过他。
不觉乃是本王未过门的皇妃，大小姐如此羞辱我天家的人，谢安伯，这就是你伯府的教养吗？大皇子未免管得也太宽了些。你住嘴！你们真当我是非不分了吗？我连府今日的名誉算是毁于一旦。来人，夫人禁足，待事情查明真相再做处置。至于这个管家之权嘛，不决接手吧。是，父亲。气死我了！哼。不，小姐，这场戏你早就不知了吧？你好大的胆子，敢利用本皇子！民女为母亲报仇，自认为没什么不对。这个小终于死了，老爷，您终于可以明媒正娶的把我娶进门了。谁？小老鼠，抓到你！出来！小，你娘已经死了，把她给我扔出去！我要回家去。还请王爷给民女一些时间，替母亲讨回公道，这是民女唯一的心愿。以后要杀要剐，任凭王爷处置。说一个让本王答应你的理由。伯爵夫人是任家小姐，而任家是三皇子一系，我们立场一致。过来。你即将成为本王的皇妃，跟自己的夫君，你不必那么客气。既然都是夫君了，望王爷不如再帮我一次。哼，让他掌权，他一个山野村妇，就他也配？竟敢从我的手里抢东西！母亲，咱们得赶紧想想对策。父亲已经派人去查此事了。只怕我苦心经营的名声，今日过后便要不好了。母亲别急，姨母是陛下最宠爱的贵妃，父亲也不敢拿您怎么样。哦，对了，你姨母让你做的事安排的怎么样了？明日护国寺，皇后定难逃一死。到时姨母就能顺理成章成为皇后，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欺负咱。小姐，护国寺。皇后，你先走，我来拖住他们。给我搜，他跑不了多远的。嘘，这位夫人，他们为何要追杀你？我也不知，可能是仇家追杀。夫人，你把外套给我，我替你去引开他们。小姑娘，萍水相逢，你为何要救我呀？来不及多说了，我去将他们引开，您趁机逃跑。有刺客！给我追！卑职救驾来迟，望皇后娘娘恕罪。去查一下，刚才那个救本宫的女子是谁？小姐，听说昨夜皇后娘娘在护国寺遭遇刺杀，被一女子所救。你昨夜去了护国寺还愿，还带回一件外袍，难道救人的人是你？什么？昨夜遇刺的是皇后娘娘？对呀，小姐，这可是在皇后面前立功的好机会，还不知道皇后娘娘会给您什么赏赐呢。救了皇后？不行，不能让她得势，我得赶紧进宫去找人。小姐，救人的明明是你，为什么要把功劳给他们？看吧，好戏还在后头。昨夜救本宫的，真的是你？是。臣女救驾时，并不知晓您是皇后，是今日入宫听姨母提起才知道。昨日一时情急，拿走了您的外袍，今日特来归还。的确是这件外袍，
你救驾有功，说吧，想要什么赏赐？姐姐能救驾是她的福气，不敢要赏赐。有功当赏。来人，赏。谢皇后娘娘。容嬷嬷在。今日本宫有些乏了，明日再设宴，感谢连家小姐。大小姐东西都已送到，奴才就不打扰了。明日的家宴，大小姐可别误了时辰。多谢公公。若是让皇后娘娘知道妹妹假冒了她的救命恩人，她会不会勃然大怒啊？我知道救人的是你，可那又如何？昨日入宫，皇后娘娘已经认定我就是她的救命恩人。莫说你见不着皇后，就算见着了，她也不会信你的。你们母女俩还真是一脉相承，一个抢别人的老公，一个抢别人的功劳，都是些恬不知耻的下作小人。侄儿，娘，我一定要撕烂他的嘴！侄儿莫要和这小娼妇置气，你姨母让咱们带她进宫，就是要亲自替你堵住这娼妇的嘴。不全，一会儿我看你还怎么嚣张！你就是那个害得我姐姐被新安伯责骂，还夺了她管家权的连府二小姐。来人，给我撕了她的嘴！娘娘恕罪，民女确实不知道牡丹花下有什么，可娘娘硬要嫁祸给民女，民女确实有冤要喊。你倒是牙尖嘴利。娘娘，民女句句实言。娘娘，她如此巧舌如簧，不如今天就拔了她的舌头，看她还敢胡说八道。妹妹，请你为姐姐做主啊！来人，给我找她的嘴，我要让她这张臭嘴再也说不出话来。娘娘，你这是恼羞成怒，要动用私刑吗？在宫里动用私刑可是重罪啊！生的，我今日就是将你打死，也不会有人理睬。娘娘，她已经知道了侄儿冒领她的救驾之功，今日若是不拔了她的舌头，后患无穷啊！皇住手后驾到，大皇子到。皇后娘娘，您怎么来了？将任贵妃拿下！若不是我求了皇后，只怕本王的未婚妻今天就要殒命于此了。任盈盈，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在宫中动用私刑！不觉这孩子自幼不在臣妇身边长大，缺了管教，刚才顶撞了贵妃娘娘，娘娘这才小惩大戒，还请皇后娘娘恕罪。好孩子，你先起来。你救驾有功，是本宫的恩人。先是冒充本宫的救命恩人，又在宫中动用私刑，想杀人灭口。任盈盈，你有把本宫放在眼里吗？娘娘，臣妾冤枉啊！冤枉？不觉这一身伤怎么解释？皇后娘娘恕罪，都是臣妇鬼迷心窍，冒领了功劳。贵妃娘娘她毫不知情，还请皇后娘娘明察。皇后娘娘，如果贵妃娘娘不是为救驾之功杀人灭口，那就是欺我不得父皇喜爱，才敢让他们欺辱儿臣的未婚妻，还请皇后为儿臣做主。欺上瞒下，寒天之功，把这两个贱妇拖出去，乱棍打死！皇后开恩呐，皇后，臣妾自幼苦苦，全靠哥哥姐姐照拂，才得以有今天。臣妾愿以身相替，求娘娘饶他们一死。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给我狠狠的打！娘娘，皇后娘娘饶命！皇后娘娘，你再求情，本宫连你一起打！皇后娘娘饶命！皇后娘娘，臣妇知，皇后娘娘饶命！皇后娘娘饶命啊！臣妇知错了。好孩子，你觉得惩罚够吗？要不再加几十板子？皇后开恩呐，再加几十板子，不要了他们命的。欺君之罪，罪该万死。
你说呢？不过是2个贱妇，打死了便打死了，让他们死得这么容易。既然贵妃娘娘已经求情了，我这做女儿的也不能得寸进尺。只不过他们吵得我头疼。是。闭嘴！再吵，把你们舌头都挖出来！你动用私刑，将不觉伤成这样，就去那碎瓷片上跪着吧。不觉心善，不给你们加刑，还不快过来跪求他的原谅？大人有大量，饶过我们这一次吧。我们错了，希望你们真的知道错了才好。皇后娘娘，还是先回宫里，让太医给布小姐处理一下伤口。任盈盈，你管教娘家亲眷不力，禁足一月，抄写佛经100遍。夫君，今日之辱，定要让你付出100倍代价。妹妹，妾不就是为了替他娘报仇吗？要把那事透露给他，到时候将他碎尸万段。住嘴！这件事我就当你没有提过。小姐，你知道吗？皇后为了给你出气啊，竟让人大张旗鼓的将那母女俩从宫里抬出去。现在京城人人都在笑话他们。比起我母亲当年受苦，他们现在受的算些什么？目前他们母子所仰仗的，不就是自以为最有可能得到皇位的陆重照吗？陆重照任命清廉御制，你们最在意的东西，我一定会一样一样的拿到手。瞧瞧这簪子的成色，为庆祝大小姐大病初愈，连老爷还真是舍得花钱呢。大小姐不愧是京城有名的美人儿，戴上这只簪子，真是国色天香。是啊，是啊。这是哪家小姐？夫人，我是连府2小姐不觉，因病从小养在京外，才刚回京，所以夫人不认识我。倒是个规矩周全的好孩子。这不是被连夫人赶出府的野丫头吗？听说当年伯爵夫人不是死于重病，而是出轨马夫，被伯爵大人知道了，羞愧难当，服毒自尽的。有其母，亦有其女，当母亲的通神，女儿头地位。我要是你呀，哎呀，羞都羞死了，都没脸见人了。哎呀，家丑不可外扬，他母亲毕竟是当年的伯爵夫人，各位妹妹还是少说2句吧。还是大小姐你心宽，我要是有这么一个妹妹呀，真的不如死了算了。王爷，我们要不要帮夫人出头啊？不用，她的手腕信手拈来的事。是啊，有人现眼。居然敢打人！打就打了，还要挑日子啊！你真是野性难驯！你再敢污蔑我母亲1句，我不光要打你，还要撕烂你的嘴。当年你母亲的事，当朝律令，庶人诬陷有品级的贵夫人，杖责3施，严重者拔舌。当年我母亲的事，伯爵府并没有下定论。不错，有意思。正2品伯爵夫人的爵位还在。若是再让我听到有人污蔑我母亲的话，我一定会亲手拔了她的舌。2小姐请留步。2小姐，你的手帕掉了。走，回去。多谢3皇子。2小姐真美，满园的桃花都不如你明艳动人。谢3皇子谬赞，臣女
可不如姐姐。他比你差远了。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居然敢勾引自己的姐夫，跟你那个偷人的娘简直如出一辙。你敢打我？你敢？我有何不敢？平儿，把他给我摁住！今天一定要扒光了他的衣服，我看他还有何颜面活在这个世上。尽管来啊！我这头上戴的钗环，身上的纱裙都是御赐之物，要是毁坏，我不知道你们有几颗脑袋可砍。来吧，我一定不会还手的。你好了，都别吵了。姐姐满口污言秽语，我可不能就这么算了。哼！你这个，居然敢一而再、再而三的打我！够了，还嫌不够丢人吗？别再给我惹事了！因为你，我母妃到现在都还在禁足。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今日大皇子没去侯府赏花，真是错过了一出好戏呢。你是指本王的皇妃勾引三皇子的好戏吗？啊？王爷的意思是说，你丢下手帕，故意勾引三皇子，他很生气呀。程莹，本王让你说话了吗？大皇子有气就冲我来，程颖对你忠心耿耿的，你还斥责他？程颖是本王的人，本王教训自己的人，与你何干啊？也是啊，你本来就不喜欢我这个大皇妃。王爷，要不你告诉我你喜欢谁，我去帮你们私会。你我如今被婚约绑定，你的一言一行都关乎本王的颜面，在大庭广众之下和三皇子举止亲昵，你是想让别人看本王的笑话吗？原来大皇子是在气这个呀！我今日故意接近陆重照，就是为了激怒连玉芝而已，确实有欠考虑了，在这向王爷赔不是了。不过婚约之事只是权宜之计，等我们大事得成之后，就将它解除，绝对不会影响王爷寻找心爱之人的。你可当真如此之想？王爷放心，我会谨记自己的身份，绝对不会给王爷添麻烦的。程颖，走。是。不是已经解释清楚了吗？他怎么还生气啊？不行，这事儿还没说呢，他不能走。哎，你等等。长亭却轻轻吻落在窗里，相思已不肯深潜入眉心，将思与尘微寻至一个。你要做到什么时候啊？你这双腿能跑能跳的，完全不像已经武功尽失的废人啊！你怎么演的？你在调戏本王？布姑娘可真厉害，我第一次见到大皇子害羞成这样。啊，没有，王爷，你别多想。那什么，我还有事儿，王爷，我先走了。你说吧，你来找本王何事啊？再过半个月就是皇后娘娘的寿辰，希望大皇子能找到先帝遗物，就是寄存在护国寺的那张画像。那可是先帝遗物啊！你要拿它做什么？嘿，我自有妙用。哇，小姐，你没日没夜绣的这件凤袍真好看，皇后娘娘收到了，一定芳心大悦。就你会说，你快把它收起来。明天我要亲自送给皇后娘娘。二小姐，你今日给本宫准备了什么寿礼呀？快拿出来给本宫瞧瞧。臣女绣的一件衣袍，祝皇后娘娘千秋大喜，愿皇后娘娘不弃。啊，怎么会这样？我放进去的明明是锦袍。二小姐莫不是恃宠而骄，竟敢拿皇后的寿礼开玩笑？皇后娘娘，您对她如此谦厚，她却如此忘恩负义，真是罪该万死。皇后娘娘，都是臣妇管教不严，才让这孩子敢在这里放肆，还请皇后娘娘重重责罚，臣妇绝无半点怨言。不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皇后娘娘，臣女确实绣了一件九龙四凤锦袍，可是皇后娘娘，
您不必跟这个狼心狗肺的小人计较。臣女为您绣了一件九龙四凤锦袍，祝您福寿延绵，身体康健。皇后娘娘，这九龙四凤锦袍做工精美，寓意吉祥，奴婢瞧着呀，还真是不错啊。你有心了。这件衣袍，姐姐真是你绣的吗？这是自然。芝儿为了绣这件锦袍，手指不知扎了多少伤口。今日能博得皇后娘娘一笑，芝儿所受的这些伤也算是值了。二小姐自幼得宠，自然是不懂我们芝儿的努力。你敢不敢发誓，说这件锦袍确实是你亲手所绣？我对皇后娘娘的孝心，天地可见，我有何不敢发誓？我连玉芝对天发誓，这件九龙四凤锦袍是我为贺皇后娘娘寿辰亲手所绣，如若有假，天诛地灭。皇后娘娘，芝儿点灯熬油才绣得这件九龙四凤锦袍为您贺寿，谁知二小姐却质疑她对您的一片孝心，您可要为芝儿做主啊！不决，本宫就不重罚你了。你去外面走廊上跪着思过吧。臣女遵旨。皇后，这件九龙四凤锦袍，您何不上身试试？毕竟是芝儿的一片孝心。那便试试吧。这怎么了，嬷嬷？连玉芝，你好大的胆子！这五爪为龙，四爪为蟒，竟敢送给皇后娘娘九蟒四凤锦袍，你居心何在呀？娘娘，这件衣袍，芝儿闭嘴！你虽是无心之失，却已铸成大错，还不赶快向皇后娘娘请罪！容嬷嬷在。既然她忘记给金龙五爪，那就把她的爪子剁下一根给金龙。扎！皇后娘娘，臣女有罪。任贵妃，你母族亲眷屡次进犯本宫，怕不是你幕后指使，想要这皇后之位？臣妾不敢，臣妾不敢。但芝儿毕竟是西安伯贵女，还请皇后高抬贵手。任贵妃，见识不明，罚俸1年，把那个贱妇给本宫丢出去。姐姐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出丑了，等着吧，我的复仇才刚刚开始，以后你就会知道今天所遭受的一切只是开胃小菜。你母亲的死跟我们……我要把这件事情告诉皇后娘娘。去啊，你刚刚才在皇后娘娘面前发完誓，在贵人面前撒谎，不知道你有几个脑袋可以砍。难道大皇子手中的贺礼才是你给皇后真的贺礼？看来你还不算太蠢吧。皇后娘娘大喜啊！你倒是说说喜从何来呀？儿臣给您准备了这个礼物，您一定会非常喜欢。祝皇后娘娘大寿。这画儿既无美感也无技巧，保存的还不行。你看这画印都开始泛黄了。大皇子果然跟二小姐是一家人，一个送旧衣，一个送一幅不明所以的画，这是要恶心皇后吗？来人，给我掌任盈盈和这个贱妇的嘴！皇后，因为一幅不明所以的画，你就要掌臣妾的嘴，有失公平。这是先帝遗物，是先帝送给本宫的礼物，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在此聒噪！皇后端庄明媚，果然气质非凡，朕临摹不下一二。是为大汗呐！臣妾怎么觉得陛下此言
是在为维画好找说辞。皇后不要这么聪明吧，给朕一点面子啊！在陛下的画中，臣妾什么样子？来，美也好，丑也好，只要我与陛下相处，臣妾就很知足了。大皇子，本宫很喜欢你的礼物，本宫很惊喜。回娘娘，这个礼物不是儿臣的意思，是布小姐特意给你找来的，说是娘娘会喜欢。这孩子怎么也不早说。先帝遗物本就极难寻找，布小姐不敢提前告知您，是担心万一不能将这宝贝求来，会让您空欢喜一场。不过是一件先帝的遗物，皇后未免也太过于袒护大皇子夫妇了。任盈盈，2巴掌不够是吗？臣妾不敢，臣妾一时失言，绝无冒犯皇后和先皇之意。有没有你心里很清楚。今日，要么你向他2人道歉，要么本宫免了你的贵妃之位。皇后娘娘，臣妾是贵妃，也是天家妇，怎么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向他们2个小辈道歉？好，那本宫今日就免了你的贵妃之位。来人，你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今日是本宫一时失言，本宫在这里给2位赔罪了，还请2位不要放在心上。希望贵妃在这件事情上可以长长教训，以后说话之前先过过脑子，看看有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该说。皇后娘娘，贵妃娘娘今日感染了风寒，身体不太舒服，臣妇先带她回去休养，待娘娘病好之后，再来向皇后娘娘请罪。本宫看她今日脑子确实不太清醒，滚下去！下次再敢胡言乱语，本宫定不轻饶。是。姐姐手怎么样了？刚刚差点变成废人的滋味，如何呀？我是差点变成废人，可你是即将要嫁给废人。大胆！你竟敢对大皇子不逊！我说错了吗？生的正好配你们家废物皇子。程莹，给我掌他的嘴！你皇后宫外拉扯吵闹，成何体统？容嬷嬷救命啊！皇后娘娘让我跪着，我没有怨言，可我堂堂伯爵府贵女，竟然被他们这样羞辱，求皇后娘娘做主。你先对本王出言不逊。大小姐，皇后免了你的大不敬之罪，让你回府闭门思过。可他们这么多人欺负我，皇后难道就不管吗？皇后管不管，那是皇后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指手画脚的？二小姐，皇后娘娘罚你在这里思过，你可有异议？容嬷嬷，大皇子不必多言，皇后并不是因为大小姐而罚他的。娘，您能容忍不觉那个这样欺负你女儿吗？哎呦，母亲一定会想办法收拾那个的，放心吧啊！夫人，大将军的断肠散已经秘密送到贵妃娘娘手中。皇后那个老钱婆不是爱帮着不觉那个人吗？这次我就让他俩一起去死，只要他一死，到时候你姨母就能掌管6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到时候弄死那个人，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你可知错？我愧对娘娘的宠爱。锦袍一事虽然是人民亲存心陷害，但我为了一己私欲，不顾娘娘的颜面，将计就计，求娘娘责罚。你胆子倒是很大，竟敢连本宫也算计进去。要不是念你送来先帝遗物，本宫定不饶你。皇后娘娘，您掌管后宫多年，布小姐这点把戏，怎么能瞒过您呢？说吧，在寿宴上故意提起先帝，你意欲何为啊？民女知道，自先帝驾崩以后，娘娘的处境非常尴尬。仁贵妃屡次挑衅娘娘，无非就是仗着陛下的宠爱。民女想帮娘娘。说吧，你想要什么？不知娘娘可还记得当年伯爵夫人的故事？
这上好的云锦十分难得，就送给你们做喜服吧。皇后娘娘，请喝药。皇后娘娘，皇后娘娘，皇后娘娘，传太医，传太医！怎么样啊，太医？娘娘昏迷的很是蹊跷，查不出任何病症，身体却在快速的衰败。如果不及时找到病因，后果不堪设想啊！小姐，这是大皇子派人送来的。果然是冲着我来的。皇上，请恕臣妇死罪。皇上，刚刚姐姐着急进宫找臣妾，说皇后生病是因为……因为什么？说。是因为有人在背后行巫蛊之术，诅咒皇后。大胆！是何人所为？是二小姐，臣妇亲眼看见她在府中做巫蛊娃娃，奈何她得皇后喜爱，在府中更是嚣张跋扈，根本就不把臣妇放在眼里。所以臣妇只能求得贵妃娘娘当面禀告皇上。给朕好好查一查，若当真是他做的，我一定要活剐了他。给我搜！哼，娘娘这是做什么？你胆大包天，谋害皇后，待本宫查明真相，定要将你碎尸万段。听娘娘所言，仿佛已经坐实了我的罪过。证据呢？证据可就都在你的房中。不觉，这次你跑不掉。等我们搜到证据，我定会亲自送你去见娘娘。我身正不怕影子斜，你们要搜就搜，哪那么多废话？哦，这是夫人送我的赔罪礼物。那又如何？就凭你也想跟我斗？来人，将这个以巫蛊之术谋害皇后的贼人拿下！不觉，我承认你是比你娘厉害，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做了不该做的事，听了不该听的话，一样落得个身死的下场。你这个逆女，竟敢做着大逆不道之事！从今你与连府毫无瓜葛。父亲，您不分青红皂白的就定了我的罪，当真不讲半点父女情分吗？你做了这等蠢事，还指望我护着你吗？我这是大义灭亲。好，既然父亲都这样说了，那我一会儿一定会和父亲断绝关系。父亲可不要后悔。我巴不得从未有你这个逆女。皇上驾到！皇上，皇上，这个东西是从这个小房间里发现。岂有此理！皇上饶命啊！都是二小姐所为，与我们无关呐。是啊，皇上，此事我们毫不知情，还请皇上明鉴。臣女冤枉！事到如今，你还想狡辩？铁证如山，还敢喊冤枉？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斩！父皇且慢。人赃并获，你还想替他狡辩？难不成这件事情是你们二人共同密谋？父皇，自皇后昏迷之后，儿臣觉得这可能是有人故意谋害，于是暗中调查，果然在御药房抓到了企图为皇后下药的小太监。娘娘，此人你可眼熟啊？此话何意？回父皇，太监是仁贵妃宫里的小柜子，程颖捉住他时，他身上还藏着毒害娘娘的药包。皇妃果然料事如神。贵妃，这是怎么回事？皇上，小贵子确实是臣妾宫里的人，可谁知是不是大皇子用小贵子全家人的性命威胁他来污蔑臣妾？皇上，你可千万不要被他骗了。皇上，娘娘是冤枉的，是大皇子，他以奴才的性命要挟奴才，诬陷娘娘，奴才愿以死明志，还娘娘一个清白。皇上，您都看到了，大皇子用这种方法陷害臣妾，
那皇后昏迷的事也定是他二人所为。来人，把这个不孝子和这个打入死牢，听候发落。陛下，等等。事到如今，你还想狡辩？这娃娃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娃娃，贵妃娘娘如何能判定这就是害皇后娘娘晕倒的元凶呢？传闻以巫蛊之术害人，需要将受害人的姓名写下，藏进娃娃腹中。是否害人，拆开一看便知。那纸条明明是我亲自放进去的，怎么会没？皇上，既然皇后娘娘不是我所害，还请皇上搜府。不可！有何不可？为了皇后娘娘的安危，不觉院子得搜，其他连府的院子也得搜。鸿渐，朕命你带人亲自去搜。臣领旨。不对劲儿，那眼神怎么这么得意？难道说……皇上，这是臣在任夫人房里搜到的。不可能，这不是我的东西。红统领是父皇的心腹，难道他会冤枉你吗？皇上，定是有人刻意把这个娃娃放在我母亲的房间，请皇上明察。诬陷，这巫蛊之术是你们说的，皇上也是你们请来的，还有谁会比你们更清楚这事情是怎么一回事？皇上，何不将娃娃的肚子剖开，看看里面有没有字条，便一目了之了。父皇，此事交给儿臣吧。父皇，您看。好，这戏都演到朕的头上了。谢安伯，你夫人好大的胆子！你这个敢谋害皇后！皇上，都是这个奸夫所为，与臣无关啊！连程璧这个自私的样子，会为了任明清去毒害一个正牌伯爵夫人？菊儿，你替为父求情，我真不知是这个奸夫所为啊！我已被连府赶出去，又有何身份替兴安伯求情呢？皇上冤枉啊！我娘她一定不会害皇后的。冤枉？这巫蛊娃娃的事情是贵妃说的，如果她不说，谁会知道呀？贵妃娘娘是任夫人的亲妹妹，她怎么会诬陷自己的亲姐姐呢？妹妹，是我，这都是我做的。是我不满皇后这几次三番的为不绝这个出头，我这才用巫蛊之术祸害皇后的。用巫蛊之术祸害皇后，罪不可赦，打入死牢。皇后醒了。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娘！是你，我杀了你！娟儿，求你在皇后面前给咱们家求个情，让皇上放了我们吧。不要叫我娟儿，我姓布，跟你们连府无关。你以为你就赢了吗？我还有陆重照，他是皇上唯一健康的儿子。等到有一日他继承大统，我的姨母就是太后，我就是皇后，到时候定让碎尸万段。你与其在这幻想以后的事情，不如好好想想3日后该怎么替你母亲收尸。这，我杀了你！这，怎么来看我笑话？你的笑话我看的已经够多的了。我今日是想看看将死之人是否真的会说实话。是想问你母亲的事，凭什么告诉你？当年的事情，我原以为他是想接你和林玉芝入府，但今日我才发现，他只在乎他自己，他不会为了你伤害我娘。任明清，你还没有那么重要。那你来找我干什么？你怎么不去问你爹啊？反正我都是快要死的人了，我大哥一定会替我报仇的。 3日后才行刑，我知道你不会那么轻易的告诉我的，所以我早有准备。你要干什么？你别过来！你别过来！我还以为你多有能耐呢。说，我母亲到底是怎么死的？我说
我说是宫里来了一个太监，不知道那个太监跟他说了什么。那个太监走之后，严正弼就立刻命人毒死了你娘。你知道那个太监叫什么名字吗？他是谁？我不知道，严正弼从未告诉过我。我知道的都已经说了，你把解药给我，求求你了，把解药给我。当年我母亲的死也有你的一份，你就好好的在这里忏悔吧。3日后，任夫人将在午门被斩首，恭喜你，又离复仇更进一步。可是这断肠毒药产自边疆，顾小姐，你可有考虑背后的人？除了任驰骋、任大将军之外，还能有谁啊？任大将军军功卓著，集万千将士信任于一身，但他极其护短，若知道他的妹妹死于你手，他定不会罢休。顾小姐，可有后手？这后手当然有，只不过就是不知道大皇子愿不愿意配合臣女了。哦，愿闻其详。这事与一位母亲有关，大皇子，既然我们目标一致，就不需要对对方有所隐瞒，对吗？10年前，先帝驾崩，死因不明。皇帝上位后，并没有急着废后，而是保留了先帝的皇后，另娶新妃，也就是现在的仁贵妃。仁贵妃所出一子为3皇子，大皇子是皇帝继位前与一侍女所生，生母不详，皇后无所出，无子无女，可对？对。不对。皇后并不是无子，而是与先皇有一太子，相貌与大皇子相仿，年纪也相近，只不过大皇子善于武功，太子则善于谋略。废除太子之事，你是如何知晓的？你可知这是死罪？如果知道废太子就是死罪的话，而身为废太子的你，程潜，你是吃了多少苦才成为如今的大皇子？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是如何知晓我真实身份？前往边疆的线人查到了一个事情，当年的大皇子并不是得了内伤，而是积劳成疾，患了肺痨。而患了肺痨的人不可能活到现在，也不可能武功高强，所以你不是陆承乾，你是10年前被追杀的废太子陆承隐。皇后娘娘是你的生母，承乾，我们不是敌人。我知道一个母亲失去孩子的痛苦，我更知道一个孩子日日面对自己的母亲而不能相认的痛苦。陆承乾，我们成婚吧。父皇，儿臣与皇妃真心相爱，又早有婚约，儿臣想娶她为妻，望父皇应允。承乾，你年龄也不小了，也该娶个妻子。不觉这个孩子朕看着不错，聪明贤惠，以后由他来照顾你，朕放心了。你们2个人的婚姻，朕准了。谢父皇。谢父皇。皇上大喜，边关传来喜讯，大将军生擒匈奴首领任贵妃此刻正拿着大将军送的家书候在殿外。宣任贵妃进来。是。恭喜父皇，那儿臣与皇妃就先行告退了。你们退下吧。谢父皇。贵妃娘娘，皇上请您进去。大皇子应该都听说了吧？我哥哥大败匈奴，生擒求首。大将军英勇无比，实乃我朝幸事。现在知道拍马屁了，晚了。听说大皇子准备成婚了，那本宫也准备将重照的婚礼与你安排在同一日，到时你就会看清你和重照之间的差距。
将军得胜的消息不先传给朝廷，反而传给任盈盈，真是有趣。皇帝可不是什么善茬，瞧着吧，好戏还在后头呢。走吧。皇上，这是哥哥写给臣妾的家书，请皇上过目。这任大将军果然没有辜负朕对他的信任呐。皇上，哥哥已经知道你处死了大姐，虽然说是他谋害皇后在先，可我和哥哥毕竟也是大姐一手拉着长大的。那依贵妃的意思是朕不留情面啦？臣妾哪敢责怪您呀？只不过哥哥带领30万将士在边关冲锋陷阵，您就这么不留情面地处死了大姐，臣妾是怕这消息传到边关，会让30万将士心寒呢。哎呀，这倒是朕考虑不周了。那依贵妃的意思，朕应当怎样弥补呢？哥哥只有重照和玉芝2个外甥，皇上只要下令册封重照为太子，再解除连府的圈禁，给重照和玉芝赐婚，自然会让哥哥安心的。这倒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反正朕只有重照一个可以继承大统的儿子，要不然等重照在大婚的时候，朕册封他为太子吧。谢皇上，臣妾听闻今日大皇子来请皇上赐婚，那不如就将重照的婚礼给大皇子安排在同一日吧，双喜临门也是一段佳话呀。啊，那就依贵妃的。皇上息怒！你都看见了吧？他居然拿大将军来，公开的来要挟朕。皇上息怒！朕怎么息怒？朕还没死呢，他们竟然就如此嚣张！副官，奴才在。流民的消息可以传进京城了。我特意求了贵妃娘娘，让咱俩在今日一起举办婚礼，就是想让你看清你和我之间的差距。你娘才死，守孝期都还没过就着急直接嫁入皇宫，你这得是多怕自己嫁不出去啊！你别得意，我朝连3品以上的官吏都要求身姿健全，大皇子的身体如同废人，注定和太子之位无缘。而我嫁的陆重照，注定是太子，谁敢非议我？倒是你，等我成了太子妃，我定要让你死无全尸。恭喜三皇子皇妃新婚大喜！没想到今日婚礼居然是在太子才能用的东宫举行，听说是仁贵妃特意为三皇子求的恩典。说起来，这大皇子夫妇还是沾了三皇子的光，不然以皇上对大皇子的不喜，恐怕这辈子都进不了东宫。这大皇子的生母是一个卑微的侍女，而大皇子又是一个病恹恹的废人，如何能与我家三皇子相提并论？真羡慕大哥大嫂这里的清静，不像我们，都快被前来道喜的贵人们烦死了。姐姐，你还是别羡慕了。我们大皇子是个残废，不能继承大统。若是三皇子跟大皇子一样，可就不好了。你敢咒我？这不是弟妹吗？先说羡慕我吗？你姐姐不过是顺着她的话说，怎么咒你呢？不会说话就少开口，晦气。吉时到，请各位皇子皇妃随奴婢入殿。跪拜列祖列宗。你们什么身份？凭什么先入殿？自古长幼有序，当然是长得先，幼得后啊。自古在东宫祭拜先祖，都是太子先走进去的。而且听说是皇上已经封三皇子为太子，这大皇子真是不知好歹，竟然敢走在三皇子的前面。册立太子的圣旨还没有下来，自然是应该长幼有序。大皇子在前，既然你们装傻，
那就别怪我说话难听。今日若不是沾了我和三皇子的光，别以为你们能在代表太子的东宫成婚。大皇子知道这事儿吗？没听说过，反而是仁贵妃知道咱们今天成亲，就迫不及待的想要将三皇子的婚期定在今日。谁沾谁的光，不知道吗？你怎么这么不要脸？皇上驾到！吉时已经到了，你们怎么还不进去啊？哼！回父皇，我和三皇子正准备进去，却被大皇子抢了先。自古长幼有序，大皇子为兄长，何来抢先之说呀？娘娘，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既然皇上决定立重照为太子，那大皇子就理应为重照让路，不然误了吉时，可就不好了。小子，以为嫁了大皇子就能和我平起平坐，简直痴人说梦。长幼有序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只要陆重照一日没有册立为太子，大皇子就得在前面，否则天下人还以为我们皇家不懂规矩。皇后说的有理，长幼有序，不能坏了规矩啊！啊！妹妹告诉姐姐一个道理，这事情不到最后一刻，千万不要妄下定论。你别得意，皇帝一共就2个儿子，莫非你以为你们家那个废物大皇子能比得上我们家三皇子？那可说不准。当年你为国征战，伤了根本。郊外有一个带温泉的庄子，听说治内伤很有奇效。今天朕就把那个庄子作为你的大婚礼物赐给你们。谢父皇。皇上果然不喜欢大皇子，给他大婚的礼物竟然是个温泉庄子，连我都嫌弃。我觉得这太子之位，非三皇子莫属。父皇，这是您最喜欢的兰亭序，父皇养育儿臣多年，儿臣特意寻来送给您。好，呈上来。三皇子真孝顺啊，大婚之日还想着为皇上献宝。三皇子不但孝顺，还十分有才干，前些时抗灾的事就办得十分不错，皇上应该重赏三皇子才是。臣请皇上立三皇子为太子。臣附议。储君之事事关国运，岂能儿戏？皇上再考虑考虑。皇后放心，重照是臣妾一手带大的，臣妾对他有信心。我就等着你跪下，妹妹。3、2、1。皇上，大事不好了，流民进京了。前一阵子不是让三皇子去赈灾了吗？怎么会有流民？皇上，三皇子贪污赈灾银两，还命人秘密镇压起义流民。现在流民激愤涌入京都，该如何处置？报！皇上，臣近日发现京中有秘密寻找制作龙袍的工匠，便顺藤摸瓜，在三皇子府上发现了这件龙袍。你，父皇，父皇息怒！刚才朕还夸你办事得力，你背着朕都干了些什么？难道你就是这么来回报朕的？皇上息怒！三皇子自幼得您教导，一定不会做出这等事，定是有人构陷于他。你看看你的儿子干了些什么？证据确凿，你还敢替他喊冤？难道你仁贵妃的脑袋朕斩不了了吗？父皇息怒，儿臣知错了。父皇，再给儿臣一次机会。即日起，三皇子夫妇打入冷宫，没有朕的口谕，不得离开冷宫半步。哼！儿臣遵旨。父皇息怒。三皇子，这是我给你准备的惊喜，三皇子可还喜欢？是你这个
还陷害我们家三皇子。他自己身不立正，贪得无厌，又怪得了谁呢？带走。重照。娘娘饶命！真是小看他，竟敢暗中调查我，害我儿摔了这么大一个跟头。娘娘，现在咱们该怎么办？他们以为这样就能扳倒本宫吗？只要兵权还在哥哥手上，本宫就绝不会倒。哥哥已经在班师回朝的路上，我看他们还嚣张得了几时？大将军在回朝的路上，只要他的兵权还在，陆重照随时都可以翻身。这兵权已经在他手里很久了，陛下可不是能容人的人。你倒是敢说。你我如今夫妻一体，人家又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任大将军这么大一个拦路石，王爷不会不做准备的。本王确实有准备，但是本王更想听听智勇双全的皇妃会给大将军带来什么样的礼物。我的礼物可不是这么好收的。驰骋此番为我朝平定边疆，朕要重重的赏你。陛下，任家世代识君禄，忠军使，戍守边关，乃为臣分内之事，又何须赏赐？哎，大将军此言差矣。大将军为国戍边多年，不但有功劳，还有苦劳。说吧，爱卿想要什么，朕都赐给你。陛下，臣受皇恩，不敢多言。只是听闻三皇子如今被圈禁在冷宫之中，身为舅舅，不得不言。臣戍守边境多年，膝下无子，所以对三皇子溺爱有加。如果三皇子有错，那便是臣的错，请陛下治臣之罪。大将军，何须如此啊？重照是你的外甥，他也是我的儿子。既然你如此说，那把他放了便罢了。谢皇上隆恩。多谢父皇饶恕儿臣，儿臣再也不敢了。若非你的舅舅为你求情，朕不会轻易放过你们的。多谢大将军相护。舅舅，陛下，方才宫女所跳的舞蹈实在是毫无新意。之前贵妃给臣的家书中曾提及，大皇妃蕙质兰心，武艺超群，不知三军将士可有幸一观呢？还是舅舅厉害，一开口就将这人比作低贱的女妻。是啊，皇上，俺们还没见到过这京中贵人的舞姿呢。也不知皇妃的舞姿跟边关的狐女相比如何？申将军，将皇妃比作歌姬，是不把天家人放在眼里吧？大皇子，可看见本将军这一身的伤疤，每一道都是匈奴寇官所致。诸位将军，哪一位不是如此啊？将士们戍守边疆，浴血奋战，出生入死。本将军不过是让皇妃跳舞，也是藐视天威，被视为下等人。那成千上万将士的性命，难道还捂不热这天家的心吗？俺知道你们这些京城贵族看不起俺们这些大老粗，可没有俺们在边关出生入死，保卫家园，你们还能天天太太平民在这府中享福吗？不就是一支舞吗？大皇妃何必计较？传出去，寒了边关将士的心呢。就是，众将士驻守边关多年，劳苦功高，不就一支舞，皇兄何必介怀？大皇妃，你可否愿意献上一舞啊？大将军真是好计谋啊！假借醉酒，带着一帮武夫闹事，就让我和陆承乾骑虎难下。难怪陆承乾说，任盈盈母子加起来都不如他难对付。既然
大将军的心愿就是边关100万将士的心愿，儿臣自然愿意献上一支剑舞，以慰边关将士。不知大皇子是否愿意吹奏一曲箫？自然可以。陛下，请让臣为皇妃击鼓。好。父皇，儿臣愿以一支剑舞告慰所有保家卫国的将士们。四海黄蜂背，千年得水清。戎衣更不着，主圣开昌利，臣忠奉大有。君看燕阁后，便是太平秋。大皇妃确实聪明机智，这一支端庄大气的剑舞一出，谁还敢将它与舞姬相提并论？没想到这个还有这样下子。大皇妃这是做什么？父皇，儿臣刚刚不过是跟三皇妃开个玩笑罢了。只是这大将军不愧是大将军啊，连喝醉了反应都这么快，真是佩服。大皇妃莫要说笑，任将军怎么会喝醉，难为你们这些小辈呢？大皇妃当真是巾帼不让须眉，这一支剑舞便让我等将士热血沸腾，如同置身沙场。臣佩服。臣今日见大皇妃一舞，才知道皇室真的没有忘记我们的流血与牺牲。将军放心，不管是皇室还是百姓，都不会忘记如今的太平盛世是由各位将军和将士用命和敌军拼杀换来的。本宫今天代表皇室和天下百姓感谢各位的付出。大皇妃莫要折煞我们，我们只是些粗人，方才多有得罪，还望贵人莫怪。各位将士们豪爽不拘小节，我怎么会怪你呢？陛下，臣有一个不情之请。大将军请讲。臣观大皇妃的剑舞有鼓舞士气、抚慰军事的功效，便想将这剑舞传入军中，常言常新。只是贵人身份金贵，不便深居小地，不知大皇妃可愿将这剑舞交给乐坊的舞伎，让他们到军中演出？大皇妃，你意下如何呀？这老狐狸果然厉害，不觉着的答应，那俺之前说的话，不就显得虚伪了吗？回父皇，儿臣会亲自组建一支皇家歌舞团去边疆慰问演出，到时边关的将士肯定无不感念皇上的恩德。承贤真是找了一个贤德的媳妇儿啊！那朕就把这把宝剑赐给你了。谢皇上。难怪大姐和小辈会在他身上吃这么大的亏，确实有几分小聪明。大皇子，自从你几年前回京养伤，我们二人便一直未曾见面。不知大皇子可还记得，在边疆我们并肩杀敌时的情景？我记得，当年本王仰仗大将军，才让本王没在边疆战死。本王敬大将军一杯。想起当年大皇子在边境时的英姿，如今却重病缠身，真是令人唏嘘不已啊！我记得当年大皇子所患的乃是痨病，本还以为从今以后再也见不到大皇子了。痨病？本宫怎么记得痨病只能活几年？可大皇子竟然安然无恙的活了10几年？还是说如今的大皇子已经不是大皇子了？贵妃娘娘可真会说笑呢，何人能在不知不觉中换掉大皇子啊？这脸可是如假包换呢。我听闻废太子李承寅与大皇子李承乾有7、8分相似，大皇妃未曾见过，本宫可是印象深刻。大胆！陛下息怒，此事乃是臣与贵妃偶然间提起的。这身患肺痨之人能活如此之久，也是实属罕见。臣等也是担心陛下被奸人所蒙蔽，才有此人。本宫还不至于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认不出吗？皇后怎么有如此雅兴来参加酒会呀？本宫再不来，怕是又要多出一个亲生儿子。任之成，当年追杀太子陆承寅，
可是你一手捣成的，你有何颜面再见本宫？皇后娘娘，如今大皇子夫妇深得本宫的心，本宫也有心将程前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怎么，任大将军，你难道要让本宫再失去一个儿子吗？臣不敢，臣只是喝醉了，胡言乱语，请娘娘恕罪。大将军对朕也是忠心耿耿，他说的没错，程前得的是痨病，可这痨病也都活了这么长时间，也确实是值得推敲啊。就是，万一真的是废太子陆成眠，那我跟皇上岂不是都有危险？你算什么东西？程银再如何，也是本宫的亲生儿子，轮不到你指战。容嬷嬷，再给我掌他的嘴！是，你敢？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停下来！够了！程前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本宫给他吃了天山雪莲。你说的是皇兄哦，先前的皇上给你找到的那颗雪莲。现在本宫想收程前做我的儿子，有谁要反对的？儿臣拜见母后。娘娘，都是儿臣的错，是儿臣害娘娘陷入危险。无妨，反正我现在也只是一个靶子，死了正好一了百了。娘娘何必要这样说自己呢？也有人一直在牵挂您，一直想让你长命百岁呢。你是个好孩子，你不知道我当年经历了什么，我也不希望你能懂。程银，娘对不起你，娘没有保护好你。心事褪了红叶，眼前相思已冷暖。程银在这儿。程银在这儿。相约一生何曾改变？陆承前，你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儿子不孝，多年来没在母后身边陪你。你的头，你不是陆承前，你到底是谁？母后，我是你亲儿子陆承云。因为本宫找到了自己的亲儿子，本宫要好好的赏你。说吧，想要什么赏赐？这都是儿臣分内应该做的事情，不敢奢求赏赐。只是，儿臣作为女儿，恳求皇后娘娘告诉儿臣，儿臣的母亲当年到底是怎么死的？你的母亲是我的至交好友。为什么？为什么你是我的异母同胞兄弟呀？因为这个皇位，它只有一个。陛下，陛下！但他当年目睹了皇帝上位的全过程，怎么可能让他继续活下去？而我也成了一个傀儡，什么也不敢说，什么也不敢动。如今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你的杀母仇人也是我的杀父仇人，我们齐心报仇。报仇。秦安伯啊，听说我妹妹死了之后，你日子过得挺舒服啊。大将军，不，兄长何出此言？我与明清伉俪情深，他遭此大难，我几时难？我恨不得生吃仇人的血肉，给他报仇。秦安伯说的比唱的好听，那可是你的亲生骨肉，你不会舍不得吧？怎会？怎会？大将军与贵妃所做之事，乃大公无私，我只不过是大义灭亲罢了。那好，你去将他骗出来，本宫要活剐了他，为我姐姐报仇。如今那丫头已经是皇妃，大皇子更是如日中天，要是让我把她骗出来，那出了什么事，他还不得把我撕了呀？舍不得。你怕大皇子把你撕了，难道就不怕本将军现在就撕了你吗？好，我答应你，但是事先要说好，要是出了什么事，与我无关啊。
放心，一切有我们。小姐，伯爵大人让人传话，说他手上有夫人当年的遗物，让你孤身一人前往赴约。在哪儿？在京郊。小姐事关重大，要不跟大皇子商量一下？来不及了，我这就动身。连翘，你乖乖在家等我。嗯。你来了。侄儿，人我带来了，可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要是出了什么事儿，可千万别牵扯到我身上啊！连城璧，你可是我的亲生父亲。要不是你得罪了贵妃和大将军，总不能因为你一个人而把我也搭上吧？不觉，你害死了我母亲，今日就是你的死期。你利用连城璧将我引出宫，难道就是为了除掉我？可惜你自诩心思深沉，遇到你母亲的事，还是乱了神智。给我拿下！这里我早已布下天罗地网，我看你往哪里逃！给我追！是，快！糟了，我要回去告诉大皇子。你个还真是忠心耿耿。大皇子，起来吧。老奴担心大小姐以身犯险，恐遭不测，才请大将军赶来。陈伯，你别担心啊，因为有你的情报，不觉才有所准备啊。本王已经派了人跟在不觉身边，要是出现危险，就会立刻动身。报告大皇子，任将军的私军已经上钩，但是探子在树林里发现了连娇姑娘的痕迹。什么？这还真是做足了准备。跑啊！你怎么不跑呢？不觉，今日你死定！这就是大将军带进京城的死士吧？他任城池还真是狼子野心。哼！连翘，连翘！连玉芝，你放了他，这件事跟连翘没关系。放了他？你怎么这么天真？我放他回去通风报信吗？我才是你的仇人，连翘是无辜的。无辜？我管他无不无辜，在你身边亲近的人都得死。你要干什么？你放了他，你让我做什么都行。你不是挺会替你主子说话的吗？替不觉说话呀！你疯了！我告诉你，我要是敢动他，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死到临头了还敢嘴贱！你害死了我的母亲，我要一点一点折磨你，让你生不如死。你放了他，你让我做什么都行。叫啊！叫出来让不觉听听！你再敢动他，我一定杀了你！不觉，连翘没有今天，都是因为你。小姐，别求他。连翘，连翘，连玉芝，我是不会放过你的。痛苦吗？痛苦就对了，我就是要让你痛苦。现在轮到你了，我可不会让你像连翘一样死得这么容易。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不许射中他的要害，我要一点一点的折磨他。放箭！谁？连翘，连翘！暗藏死士，谋害本朝皇妃，连玉芝，今日你死定了！陆承前，
你怎么会来？好啊，你们知道这是一个陷阱，录印入局就是为了引出大将军的死事。我就知道这没有这么简单，都给我上，一个混都不许留！上！混！连江，你快醒醒！不绝，你快醒醒！不绝，我们该回家了。不绝，我们被救了。小姐，神明情真恶毒，这么冷的天，连点炭火都得脱口，他这是要冻死小精灵啊！还好有我在，我这样抱着你，咱俩都暖和。小姐，你快看，这呀是我给你抓的鱼，你看它肥不肥？我拿它给你炖鱼汤吃，好不好？你呀，最近又瘦了，就用它给你炖鱼汤吃。小姐，你别赶我走，我知道你怕我给你混联服会有危险，可是小姐，无论什么危险我都愿意跟着你，小姐。小姐，我求求你了。怪我，都怪我！我明明知道连城璧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还轻信他，是我太过自负，是我以为自己越仇为我便轻视敌人，该死的人是我，该死的人是我。不是的，振作一点，连教还在等着你为他复仇呢。对，我要跟连教复仇。不绝，你要干什么？我警告你，我可是皇妃，未来的皇后。要是敢伤我，我定不会饶你。我要让你欠连翘的10倍、100倍的偿还。不要，不绝！不绝，你干什么？你个贱人，居然敢划我的脸！妹妹，姐姐错了，求你放过我，我可是你亲姐姐。亲姐姐？你也配？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你放过我吧。殿下，大将军带了200-300侍卫正往这边赶，怎么办？主子，我们擅自出兵，不应该跟大将军起正面冲突，要不我们先撤。要不我们杀了他？这样太便宜他了，我要让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所珍视的东西一样的被毁掉。走。任城池的死士已经全部伏诛，接下来该轮到你了，连城璧。臣连城璧参见陛下。大皇妃，你让朕将辛安伯招来，所谓何事啊？陛下，儿臣要告发辛安伯连城璧，多年来收贿钱财，科举舞弊，搜刮民脂民膏，鱼肉百姓，暗中转移国库银两，这是他收贿的账册，还请陛下明察。呈上来。陛下，这些都是诬陷，臣对陛下忠心耿耿啊！陛下，连城璧，好大的胆子！来人，将连城璧贬为庶民，流放岭南。皇上恕罪，皇上恕罪呀！皇上恕罪呀！父亲记好了，我安好你的嘴，我一定想办法救你出来。哎，好，侄儿我记住了，你放心，这件事与大将军无关，都是我一个人干的，你可千万早点把我救回来呀！父亲放心。我是你亲爹呀！你居然为了个奴婢，在皇上面前告发我，你还是不是人？连翘不是奴婢，她是我视为姐妹的亲人。也就是你这才会把一个奴婢当成姐妹。我下一个要对付的人就是你，连玉芝。我会提着你的头颅到连翘的坟上祭拜他。你尽管来啊！我告诉你，我身后可是有贵妃和大将军，你以为我会怕你？
我今天是来给你送一条活路的。你有这么好心吗？你以为任驰骋和任盈盈会救你吗？你还有什么价值？你说说，你的条件？我要你告发任驰骋和任盈盈造反。不可能，说出来我岂不是死路一条啊？你可以选择死在岭南，也可以选择死在路上，你自己选。我堂堂新安伯，居然把自己玩到了穷途末路上，天意弄人啊！这些不都是你自己造成的吗？你还不知悔改？悔改？我悔改！没想到我居然葬送在亲生女儿手上。不觉你很好，莲儿，你有个好女儿。母亲，任明清和连城璧已经伏诛了，接下来就是大将军和狗皇帝。你放心，我很快就会带他们的头颅来祭奠你。你再等等。陛下，最近京里流言纷纷，说大将军克扣军饷，谎报军情，贪报军功，还请陛下明察。陛下，最近边关有许多百姓千里迢迢前来状告大将军，说他滥杀平民，抢占民田，导致边民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请陛下彻查此情。谁陷害本将军？给我站出来！不要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大将军好大的威风啊！朝会之上随意出猎，指责同僚目无王法，你眼中还有父皇吗？陛下，臣冤枉啊！这些事情都是子虚乌有，肯定是有人恶意栽赃陷害。栽赃陷害自有大臣调查，口说无凭啊！父皇，大将军镇守边关10余载，从未有过懈怠，对您忠心耿耿，您可千万要相信他呀！崇诏与大将军有亲，程贤，此事就交由你去办吧。是，父皇。是，父皇。现在流言纷纷，百姓群情激愤，不如就让将军在家里多待几月，待大理寺查明真相之后，再还将军清白。对，说的是啊，有道理。大皇子，难道要因为这些流言蜚语进本将军的族？驰骋大将军稍安勿躁，程潜所言也是现在最好的法子，那就先委屈你了。臣遵旨。大皇子，大皇子真是好劲，先是干掉本将军的私兵，又轻飘飘的一句话解除了本将军的兵权。如此算计，也难怪辛安伯夫妇会栽在你的手上。大将军说什么？我听不懂，我只知道多行不义必自毙啊！大皇子，大皇子，你莫不是当真以为本将军不知道你是真杀还是装的？本将军身后站的是谁？难道大皇子当真不知？只要那个人一天还在，本将军就倒不了。本将军不倒，人家就倒不了。放心，他也时日无多了。一个废人，一个孤女，竟然能把咱们害成这样！皇帝以前对大哥的信任无人能及，这次为何？最是无情帝王家，我们要早做准备。那怎么办？难道咱们就要做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吗？你以为本将军在边疆数10载，真的就只有那点私兵？我的2万私军已经乔装打扮，秘密进京。大哥，可是要造反？富贵险中求，还不如先下手为强。只有扶持崇诏上位，我们才能够高枕无忧。母妃，你还在犹豫什么？难道要等大皇子和不觉那个
踩到我们头上。既然如此，那宫里便由我和芝儿接应，咱们里应外合。路程浅，待到本将军大名踏平皇城旨，便是你的死期。主子，密报。程颖，让兄弟们盯住京城，有什么事随时跟我汇报。是。发生什么事了吗？任驰骋的私军入京了。他是要造反吗？不，他是想要帮我们。将军，那些蠢货就是大将军的私军，看上去连脑子都没有。大将军练兵真的不行。这掉脑袋的事儿嘛，就得交给没脑子的人去干。任驰骋能带出什么像样的人？给我盯紧了，一个也别放过，一举一动都要向我汇报。是。参见大王妃！快，所有守卫集合，前往城郊大营。大营的人反了，陛下和娘娘命你们前往镇压，不得有误。皇妃可有旨意？圣旨没有，但是有娘娘的懿旨。陛下已经前往，若是陛下出了什么意外，你们万死难辞。兄弟们，去西郊大营救陛下。是。军爷可是探亲？不错，我戍守边疆13载，今日回家探望老母。可是13载又3日。正是，贵人是何人？我们要的东西又在何处？在下是将军府管家，各位军爷所需要的东西就在这里。荣华富贵还是生死名校，就依赖各位军爷了呀。兄弟们，我等戍守边疆多年，保卫国家，抛头颅洒热血，但当今天子无道，听信谗言，我等都是血勇之士，可见大将军受此屈辱。不愿。让尔等当如何？出奸臣，听君策！出奸臣，听君策！告诉主子，鱼上钩了。是。禁军行军，众人备散。出奸臣，听君策！大将军有令，杀无赦！杀！你觉得这场战役谁会赢？是任驰骋还是狗皇帝？我觉得我们会赢。狗皇帝，你的死期到了！你能不能不要走来走去了？不知道本宫现在心烦吗？姨母，您说救救他能成功吗？2万私军，你可知什么意思？不成功也得成功！哼，无论他成不成，朕都会拿你们祭旗。任盈盈，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朕待你不薄，你居然伙同任驰骋那个乱臣贼子造反！陛下，成王败寇，当年陛下不也是用这种方法夺了属于你兄长的位置吗？哼，不过是因果报应罢了。今日无论我死不死，崇诏都将登上皇位。你这个，都怪朕当年是瞎了眼了。也罢，朕就让你今天亲自看着你们的计划是怎么破灭的。来人，把他们2个给我押到皇宫门口，我要当着任驰骋的面杀了他们。陛下，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都是他们。陛下，姐姐英明一世，怎么生了个你这个没用东西？带走！陛下，陛下跟我没有关系。陛下，带走！我自己会走。陛下，任驰骋，你个狗贼！朕信任你，才把你提到了大将军的位置上，还放心的把边关交给你镇守。你就是这样来报答我的吗？陛下，
当年你靠政变夺得天下，如今崇诏一样可以。只要你退位，让崇诏当皇帝，我便退兵。狼心狗肺！难道你想让你的妹妹死吗？如果你敢再进一步，我就让她身首异处！不要，大哥救我！我不想死！大哥，我也不想死。他们要是死了，父皇，你就与他们陪葬。你这个逆子！早知如今，我当初就应该杀了你。陛下，多说无益，念在你我君臣多年的情分上，我可以不杀你。来人，把皇帝给我抓起来，给贵妃和皇妃松绑。是。侄儿。哼，想救他们？哈哈哈！这个孽障！我让你看他当你面是怎么死的！这，参见将军！大皇子蒙难，众将士听令！众将听令！众将听令！攻入皇宫，救出大皇子、皇妃，诛皇帝！是。去告诉那些大臣，让他们速速进宫，就说大将军谋反了。是。去。啊，走。我让你看他当你面是怎么死的！皇位是我的！恭迎新皇，吾皇万岁！万岁！万岁！爱卿平身，舅舅，朕封你为一字并肩王，与朕平起平坐。谢陛下。那我呢？我就是太后了。你这个逆子，你就不怕他人吃诚，把你拉下这个皇位，他自己做皇上吗？哼！陛下，臣对你的忠心日月可见。一个反贼的忠心，还真是值钱啊！来得正好，正打算去找你们，你们却自投罗网，朕要杀了你们！程潜，快救朕！朕将皇位传给你。可程潜是个废人，如何继承大统？我不管了，我就是让他继位，我看谁敢反对。我反对。忘了，现在还是我的阶下之囚，失去了皇帝的身份，你什么也不是。你不是总拿后宫之位压本宫吗？现在本宫是太后，你是阶下囚，我看你还神气什么？你不是要长本宫的嘴吗？你敢吗？本宫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要求，那我就满足你。竟敢打本宫！侍卫在哪里？大将军，着急了，外面有很多士兵，兄弟们抵挡不住了。滚！你们害我！舅舅，你快想想办法，镇守皇帝，这不能死。我早就说过，多行不义必自毙。任池长，你投降吧。都是你这，没有你，我们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大哥，杀了他！我早就猜到你的残疾是装的。任池长，放下武器，不然我就掐死你的妹妹！卑鄙！你不能掐死母亲，朕命令你放开母妃。这儿哪有你说话的份儿？你这个逆子！等朕杀了这个，我再杀了你这个逆子！陛下何必的？剑就在这儿，陛下何不现在就动手？朕先杀任盈盈这个，然后我再杀你！给我滚开！狗皇帝敢杀我妹妹，我让你碎尸万段！草菅人命，为祸我方。今日诛贼，当任何个皇帝杀我父皇、追杀我时，可曾想过今日？舅舅，大哥，母妃，你是陆成隐？哦，我知道了，我杀了你的父亲，杀了你的丈夫，你们都该反。可是你为何要反战？陛下，你可还记得当年兴安伯的原配夫人布氏
哦，想起来了，就是当年那个经常出现在皇兄宫中的。我弑兄时被他看见我杀人灭口，原来你就是他的孩子。早知道是这样，我当初就应该宰了你。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你的妻子和你的儿子联合起来反你，你的大将军要杀了你。现在人怒天怒，还不知悔改？你不懂，你身边这个废物他也不懂，他不知道坐在皇位上是什么滋味。什么滋味我不懂，但是你的皇位坐到头了。10年前你救不了你的丈夫和儿子，今天你依然救不了他们。只要我能在皇位上一日，我就是皇上。来人，把这些乱臣贼子都给我带走，朕重重有赏。你们没听见吗？把这些乱臣贼子给我带走，我重重有赏。怎么回事？把你们的将军叫过来。不好意思啊，皇帝，我们只听大皇子的。你是大皇子身边的侍卫，你可知他根本不是大皇子陆承乾，而是乱臣贼子陆承寅。杀了他，朕给你封官加爵。主子，承引完成任务。狗皇帝，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说？你们不能这样，我是皇上。来人，把我们皇帝陛下拿下！我是皇上，你们不能这样对我，不能这样对我！大皇子、皇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们是要谋仇篡位吗？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今日找众位大人前来，是有3件事要告诉各位。第一，我不是大皇子陆承乾，而是先太子陆承寅。陆承寅，他是先帝的太子。这第2件事，大将军任驰骋私自带兵入京，联合任贵妃和3皇子意图谋反。任驰骋打入皇宫，幸好先太子找到皇后，控制官兵，围剿叛军。如今叛军任驰骋和反贼任盈盈都已伏诛。原来是这样啊！这么回事啊！大皇这不抓住本宫作证，皇太子和皇妃看来是真的所言全部属实。如今只剩下叛军陆重照还未伏诛，各位大臣觉得该如何处置？如果是意图谋反，罪该当诛。对，不可。重照是朕唯一的骨血，不可杀。各位大臣都知道，皇帝谋害先皇，谋仇篡位，所以太子陆承寅继承大统。各位可有异议？没有异议，继承皇位好像也没什么问题。臣等恭迎我皇归位，恭迎我皇归位，恭迎我皇归位。这第3件事，我要为我娘讨回一个公道。当年我娘撞见皇帝谋害先皇，他便令我父亲将他处死。如今你让你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将你当年如何谋害先皇，将我母亲处死的事情一一写下来，昭告天下。你是想让朕遭万人唾弃吗？我不写。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再挣扎也无济于事。如果你写下来，我还能给你留一个痛快。尚书大人何在？朕命你即刻着手准备朕的登基大典和皇后的封后大典，将在半个月后同时进行，同时将这罪己诏昭告天下。臣遵旨。这2人，你想怎么处置？事到如今，随便吧，你如何处置都好。传旨，皇后晋为太后，3皇子陆重照贬为庶民，驱逐出京，废帝幽禁。至于其他人，3日后午门斩首。吾皇万岁万岁万岁！
若风晚上身上也从未停，时间流尽再把你看清，你是倒映的微星，可望不可及的影，触碰你荡漾，破碎了宿命。阿俊，我说过，我们一定能长相守，你做到了。今生今世，生生世世，愿常伴君侧，恩爱不渝。